绝对是变形金刚系列里的最强反派，靠吞噬宇宙中的星球来强化自身，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称霸宇宙。为了能够吞噬更多星球，这次宇宙大帝盯上了能够随意传送的超曲速钥匙，随即便派出超强大的天灾军团来到巨无霸的星球争夺此物。然而巨无霸的首领并不妥协，带着一股宁死不屈的勇气面对强敌，可最终还是被敌人一炮击中胸膛，超曲速钥匙也随之掉落在地上。眼看圣元就要被敌人击杀时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巨无霸兄弟擎天圣及时赶来，抓住机械蝎子的尾巴就是一顿猛砸，紧接着一把扯下他的头颅给圣元报仇。随即巨无霸的其余队友也赶了过来，他们分别是大鹏鸟飞剑和非洲虎豹以及大力无穷的犀牛。为了保护超曲速钥匙不被宇宙大帝拿到，首领圣元决定让兄弟擎天圣拿着钥匙带着巨无霸族人逃命，自己则留下来断后，同时把首领的位置传给擎天圣。因为这个钥匙一旦被宇宙大帝拿到，他就可以随意穿梭在宇宙中，到那时恐怕整个宇宙海中的恒星都将会落入他手。为了避免末日发生，圣元挺身而出，只为阻止强敌天灾。天灾一个镭射炮直接把圣元给送走，他每次打死对手都会把勋章标志给带走，随即烙印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以此来代表自己的强大。虽然圣元勇气可嘉战死，不过也给族人带来跑命的机会。擎天圣就这样乘坐着飞船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前往地球陌生的环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下班刷不到，上班摸鱼看系列，这里是七哥电影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变形金刚第7部。巨无霸担心天灾会追来地球，于是他们将超曲速钥匙分为2份，一个就藏在人类的博物馆中。博士艾琳娜为了探清此物的来源，于是打算好好研究一番，不料意外激活了这半份超曲速钥匙，一股巨大的能量从钥匙内蜂拥而出，径直冲云霄。大名鼎鼎的擎天柱一眼就看出这是超曲速钥匙发出的能量光波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即召集所有在地球的汽车人。汽车人终于可以利用超曲速钥匙返回赛博坦了。Away home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眼前的男人叫诺亚，是一名退伍士兵。他为了给弟弟筹够医药费，被迫无奈来当偷车贼。诺亚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偷的这辆保时捷911竟然是汽车人幻影所变。车内突然播放出擎天柱的集结语言，头一回做这种事的他顿时被吓尿了。当诺亚要打算下车不干时，幻影突然把车门给锁住，紧接着不管3721，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不到2秒的时间就冲出了地下车库，速度太快导致被警察给盯上。警察警告诺亚靠边停车，然而这车是在自己在开，诺亚一时间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听天由命。幻影的种种操作都把他的心率直飙180，好在安全通过十字路口，可还没等诺亚缓口气，幻影再次使出惊人的操作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其实只不过是个开头菜罢了。为了摆脱这些穷追不舍的警察跟擎天柱会合，幻影也是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，分出了5个分身，并且每一个都还给警察做国际友好手势。这瞬间把诺亚给整傻眼了。5辆同样的汽车在公路上，警察又该追哪个呢？最终警察也是被幻影的这波操作导致出车祸。他们就这样摆脱了警察的追击，来到擎天柱发出的汇合位置。经过刚刚的那场飙车，幻影也是和诺亚成为了最好的搭档。很快擎天柱他们也随之而来。阿尔西感知到超曲速钥匙能量波动的具体位置，就在附近海边的博物馆。然而问题来了，他们这些庞然大物过去肯定很显眼，大黄蜂提出直接把博物馆给炸了。可擎天柱觉得这个计划不行，虽然这个钥匙是可以让他们回家，但他做不出伤害人类的事情，于是这个任务只好交在幻影的好搭档诺亚身上。他们说干就干，擎天柱立马带队过去博物馆那边。同时在汽车人前往的过程中，3颗火球从天空落入水中，而他们就是宇宙大帝派来争夺超曲速钥匙，带头的正是最强反派天灾。诺亚刚来到博物馆这边，博物馆就奇怪的停电了，显然这是天灾的手笔。看到突然停电后，艾琳娜就准备收拾东西离去，并且带走了那个超曲速钥匙。不料来到门口刚好碰到了诺亚，这瞬间把俩人吓了一跳。诺亚只好解释自己为了手上这把钥匙而来。突然一发炮弹袭来，巨大的爆炸狠狠把俩人给炸飞。没想到天灾这么快就来了，这下艾琳娜终于相信诺亚说的话。天灾立即派出2个蜘蛛去把钥匙给抢回来。看到这一幕后，艾琳娜果断把钥匙交给了诺亚，这也导致天灾盯上了他。巨大的动静也是把汽车人他们给引来。擎天柱众人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和天灾军团干起来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场面瞬间陷入混乱之中。让擎天柱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的实力竟然跟天灾不是一个级别。
Impossible！ 强横的实力打得擎天柱毫无招架之力，即便大黄蜂在线帮忙也无济于事。天灾依旧能游刃有余地面对俩人，接着把擎天柱的武器给打飞。汽车人就这样被打败。夜莺顺利地抢走了超曲速钥匙，擎天柱则被敌人踩在脚下不断羞辱。天灾打算把他送去领15元盒饭食。大黄蜂拿起擎天柱的武器纵身一跃，原本想搞到偷袭，不料却被天灾反杀，一剑刺穿了大黄蜂的胸膛，紧接着一发镭射炮将其送走。和任务变形金刚555开的大黄蜂就此下线。天灾依旧跟往常一样取走了对手的勋章标志，随后还想取走擎天柱众人的。就在这个关乎存亡之际，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鸟叫声，是巨无霸的飞剑来了。他二话不说就对现场无脑输出，只为抢回超曲速钥匙。然而完成任务的天灾并不上当，而是带着钥匙扬长而去。擎天柱等人这才捡回一条老命。得到钥匙的天灾立马找到宇宙大帝领赏，不料宇宙大帝当场发怒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半的钥匙，吓得天灾立即跪在地上喊饶命。想不到在汽车人面前如此强大的天灾，在宇宙大帝面前就是一个蝼蚁。Complete the key, or else you will surely die with the rest of your planet. 同时飞剑也把实情告诉汽车人，他们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把钥匙分成了2份，现在一份被天灾抢走了，另一份目前他也不知身处何处。听到这话的艾琳娜顿时有所察觉，她在研究超曲速钥匙时注意到了其中的符号，为了验证是外星文明，艾琳娜还特意记了下来。她猜测另一份钥匙在秘鲁，但艾琳娜能够追踪到秘鲁的那些符号，也就意味着天灾也可以，那么他们必须在天灾之前找到超曲速钥匙。于是隔天，他们就坐着古老变形金刚飞机前往。途中，诺亚找到艾琳娜，他想找到钥匙后就将其毁掉，因为他害怕被天灾拿到后，地球就将会毁灭。诺亚不想冒这个风险，可他要是把钥匙毁了，那么也就意味着擎天柱等人永远也回不了赛博坦。艾琳娜不想这样做。All you gotta do is find it. I'll take care of the rest. 很快，他们坐着飞机抵达了秘鲁。一辆可爱的50红光早已在此地等了许久，它叫千斤顶，是汽车人的技术精英。千斤顶的特长不是战斗，而是利用精通科技扫描物体的位置。他发现超曲速钥匙的热能量就在这附近的神庙里。不过目前的问题是这里的本地人，他们正在举办神庙仪式，显然汽车人是过不去。如果等到晚上再行动的话，也许那时的天灾已经来到这里了。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钥匙，汽车人无奈只好依靠诺亚俩人。于是幻影给诺亚一个先进武器，危险的时候或许能够保命。诺亚和艾琳娜就这样乔扮一下，潜入了神庙仪式之中，随后小心翼翼地前往神庙方向。这时个天灾他们也来到了这里，他清楚地看到汽车人让人类去行动。天灾见状便派出小蜘蛛前往一探究竟。艾琳娜俩人很快来到了神庙这里。